好，小杨3号机连南波2号机准备。没错，感谢和平老师带来的书展现场观察。那么现在演播室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翻书 App 创始人、首席内容官樊登老师。Hello， 大家好。樊登老师您好。你好。刚刚已经跟观众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上海书展嘛。那么今年的上海书展也是非常的热闹。今年是您第几次来上海书展？这记不清了，因为确实来好多次。总来。因为我们公司在上海。同时又是干阅读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很早就在上海书展上做参展商。今年在我们的展位当中看，我们的翻书 App 的展区其实是设计的非常的这个精巧，好像设计了一个类似于那种家庭书屋的一个概念。对。那今年我们翻书 App 的这个展区是怎么把这一理念落地的呢？我们就希望像那个就是沉浸式的感觉，让大家能够走到里边就想象说，哎，如果我们家是这个样该多好。所以一个家里边其实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氛围，而不是说教。我们嘴里边说的这些话，孩子是不一定会听的，因为人不是听话照做的动物，人是模仿的动物。哇！所以氛围能够给他带来一个模仿的对象所以家里边得有很多书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啊，或者宝爸宝妈呀，其实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去陪着孩子一起来读书。那我们在家庭当中，就是该如何营造这种阅读、带着孩子阅读的氛围呢？其实不应该陪着孩子读书不应该陪着孩子读。陪孩子读书呢，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父母能够自己读自己的，然后给孩子准备很多书。好多父母经常会讲说买了书他也不看，实际上买了书不看是个常态。说太对了，对，我们家所有的书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买了书不看的情况下，人依然要买书，这就是纸质书存在的理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买的这本书啊，不是买了这本书的知识，你买的是读这本书的概率。你买呢，它可能就是1%；你不买呢，它就是0%。0和1%的区别，就叫做天壤之别。所以买书啊，不是为了拿过来看，而是增加我们看书的概率。概率，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纸质书永远不会被电子书打败的原因。说服我了。你买的书都读了吗？我释然了。是。因为我已经摆烂了，因为现在给我寄书的太多，我读不过来。我读书已经非常快了，根本读不过来。其实我冥冥之中是践行着这个，就书在我就很踏实。对对对。好像它已经透过书页已经。或者某一天觉得我随时想读的时候就能拿出来，对吧？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啊？因为我昨天下载了咱们的这个翻书 app 之后呢，也听了几段讲的书。因为现在大家热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跟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如果 AI 真的能完全的就是模仿你我的声音，那您觉得说 AI 讲书人跟像您一样的人类讲书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这段子态特别好。这是他内心真实问题，还是就是讲书人如果靠的只是声音和外形，那分分钟就被替代了。就你靠的如果是思想，那你替代的肯定会慢很多。所以，谁来组织，谁来讲，怎么样去思考，这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 AI 来做这件事儿，它只是组合，只是组合出来的东西，大家该不懂的还是不懂。在工作当中加入创造性，加入深度的思考。才能够不被 AI 简单的替代，因为 AI 的核心是平均数，但是创造性的东西叫做涌现，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里边各种各样的链接，突然之间灵光乍现的说了一句这么样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你用 AI 画一幅画，无法替代一个画家画的画是一样的。您看，像就是我们。AI 用多了，肯定会对自己的思考产生一些就是弱化。那在未来 AI 发展的越来越智能之后，那我们还有深度思考和深度阅读的必要吗？您觉得 ？AI 可以用，但是不能太依赖在哪儿呢？有些东西你用 AI 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你在 AI 上你要搜一个东西，有一样东西你是永远都搜不到的，什么东西？在 AI 上永远搜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在 AI 上永远都搜不到的东西。他太松弛了，他太过松弛了，这个状态太真实了，太松弛了。
感受。不是，当你不知道搜什么的时候。对，没错。作为一个主播，对，没错。真的，当你不知道你要搜什么的时候，你是连问正确的问题都没有的。所以使用 AI 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谁能够问出更对的问题？谁能够更有创造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其实年轻人读书读得越来越少。那我们是听书跟看书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或者是说哪个更好一点？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是感官的不同，一个是用听觉，一个是用视觉。但是这个视觉和听觉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人有代偿的能力。你想一个盲人怎么学习？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信息的输入从哪儿来的，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也不是自学考的大学，对，你也是听老师讲课考的大学，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关键的区别是你读的书是什么。听书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我降低了很多很难的书的门槛。你比如说微积分的书，你一般是不会读的。对，我也读不懂。量子力学的书你也不会读的。给我们的生活造成麻烦的，永远不是那些我们熟悉的东西，而是我们有很多不熟悉的东西。你今年上大3，对，你的人生刚刚开始。我当年第一份工作就是选秀节目。樊登老师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我们那时候还50万年薪呢。我说所有的搞书的嘉宾都好难采访呀。子泰已经听进去了，就是樊登老师有种魔力，沉浸式体验。就是毕业就50万年薪。是选秀节目通过选秀之后拿到那个 offer， 1年50万。就这个，对。那就是我当年第1名，哇！但是你现在回过头看，你会发现，你刚毕业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太迷茫了。对，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是大量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不会去读。樊登老师，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观点说作家创作是探险，然后讲书呢是导游。你看像当导游，我们去到一个景点之后，肯定导游的责任就是帮我们把这个景点讲清楚捋顺。那像您这样的讲书人，在看到一本比较晦涩难懂的书的时候，如何去做那个抉择，把书中的精华，把书中的重要的知识点给大家摘出来？子泰隔几个会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对，有几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读过很多的书，你的感受跟大家是能够共通的，没有标准。这个人口味，这个一定是感觉，所以感觉就有艺术的成分。所以我们在讲书的时候，你的艺术的成分就很重要。您说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选择，就是人生跟专业无关，人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然后人生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人生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当人们迷茫的时候，多读一点书可以给我们减缓很多的压力。但我其实可能是因为我读书太少了，就是我其实目前并没有觉得，说读书到底能给我带来哪些特别实质上的效果。好问题，这是一个。樊登老师看了眼旁边，没跟我说这小子是这风格。子泰不错，活人采访很好，就是很松弛。实质上的效果都是突然发生的，都是突然就一瞬间的。锻炼身体也是一样，老锻炼觉得没什么样，结果突然发现你比别人强壮。人生都是密次变化的，所以密次变化就意味着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着急看当下。你要相信读书让你的脑子变得更丰富了，让你获得的工具更多了，经验更多了。再简短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好，我也要准备了啊。老师，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事儿我特别关注，就是一个叫影视飓风的自媒体的老板叫 Tim， 他去一个荒岛上待了100个小时。如果把您也扔到一个荒岛上，让您只能带1本书上去，您会选择带哪一本？只能带1本书？1本。带1本书，带《论语》吧。我会带《论语》，因为百看不厌，就是你随时翻开任何一句都能看好久。好，谢谢樊登老师，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其实到这儿就差不多了。这个访谈真的非常别致了，非常别致，在一个新闻节目里。非常感谢樊登老师和子泰给大家带来的这段精彩的访谈。那相信大家也已经对刚才的内容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子泰的访谈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它既有松弛度和活人感，提的问题又有一定的深度，这跟刚开始见到它的时候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读者作为书展和阅读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围绕着大热的苏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了苏超专区。湖南省作为今年书展的主编省，也带了大批满载着浓浓湖湘文化的图书。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年首次举办的旧书新知全国邀请展，中国书店、上海旧书店、四川毛边书局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书店携古旧书精品集中亮相，为新书云集的上海书展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那为什么新书展览要带旧书来呢？又带了多少旧书？读者又有怎样的感受？现在就让我们再来连线正在旧书新知展区的庞征，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并带来读者观察。哎，你看他那个状态，比刚才那个开头更松了，更放松了。对，你好，庞征。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主题展示馆2楼的旧书新知区域了。在新书云集的上海书展啊，为什么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旧书也吸引了无数的读者朋友们前来购买打卡？这里呢，也被大家评为是本届书展最大的亮点和最新的特色。那么旧书新知它到底新在哪儿呢？逛完了好几圈之后呀，我也总结了3个词语，分别是焕然一新、历久弥新和推陈出新。大家可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一次旧书书集它到底带来了哪些全国各地的特色旧书集市？那首先呢，就是这一家来自北京的中国书店了，它成立于1952年，同时呢，它也是新中国第1家国营的古旧书店，也是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一家古旧书的实体书店了。正计时1.04，那1.04啊，那还有10分钟。这盘本来就是14分钟，就给他10分钟的那个，再有10分钟。各地非常有特色的8家古旧书店来到了现场。10分钟现场。所以您在现场。庞征今天是连续的长时间现场连线，无论是基本的表达能力，对现场时间的把控，这对新闻主播的各项能力都会有一个综合的考核。那在和读者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前几年的旧书集市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其实整个上海书展只有1家点位，位于我们的东莞2层楼，叫做淘书乐。但是在今年呢，这次是首次邀请了全国各地非常有特色的8家古旧书店，所以您在现场呢是能感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特色的一些古旧图书。庞征的现场连线能力我是不用担心的，除了语言表达能力，庞征还有很强的新闻捕捉能力。他们的古籍修复技艺，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他的讲解都很有细节，很生动，很有趣。这个毛边书啊，我之前发现它其实就是页与页之间，它不会把它裁断，然后页与页之间它是片页相连的。为什么当时要做成这样的一种设计？对，这是一直我的问题。现在好多新书会专门出一部分这种。对，我一直有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哎，这种装帧方式呢，起源于法国。这个盛行于欧洲，是由鲁迅先生50年代之后呢，传回我们的中国。那这个毛边书呢，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做成毛边书，它必须是具有这个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才会做成毛边。大家不会感觉很冗长，都会兴致勃勃地看完。能不能再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我们看看新闻的朋友们用四川话打一句招呼？好，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毛边书局的工作人员啊，欢迎大家到成都做客。好嘞，好嘞，谢谢马老师，那不打扰您了啊。好的，这段也很好，那不打扰您了啊。毛边书局。那我想啊，这样的一个毛边书，它经过了几十年的一个历史洗礼，从法国来到中国，然后在毛边书局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呈现。你能感觉到这俩人之间已经产生信任感和默契了吗？有，彼此信赖，能托付。这个在现场太重要了。哎，1分多钟啊，可能。好，你说一共来的古籍吗？一共古籍我们带了20多套。但是古籍可能对于大众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不懂。然后，也可能差不多了啊，各位啊。就让它是正常结束吧，不拦着。好的。然后小唐马，因为东西还做得挺好的。
希望大家以后来西安来旅游。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非常感谢。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其实在现场我们足足是有8家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特色的，包括他们带着自己不同的一些珍藏还有古旧书，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那旧书新知呢，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市民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现场进行打卡。因为电子书它可能代表的是时代的效率，但是纸质的书籍它可能代表的是阅读的温度。大家可以在一本旧书上去共享不同的阅读记忆和阅读心跳。准备，那这边就是现场的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庞征为我们发来现场的最新资讯。庞征最后一段表述太厉害了。谢谢，当，走，当，我去你的那个地方。书展呢是读者享受阅读的平台，也是作家展示的舞台。本届书展聚集了中外作家、译者、学者约有300位，既有阿来、杨红樱、马伯庸、徐则臣、葛剑雄、孙甘露等著名作家、学者，也有上海国际文学周的30位外国知名作家。其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在本届书展开展了3场活动，每场都是人气爆棚。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阿来老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阿来老师如何看待上海书展，看待写书、读书这件事儿的。走，因为我是上海书展的老客人了，每2、3年都会来一次。哦，这个很厉害。大家吃饭。采访的阿来是他们自己在那等来的，逮的哦，不错不错。那你们2个明天大概准备干嘛？明天我们要去采访，就是您说的那个大咖阿来，尘埃落定的阿来老师吗？在求他，但他因为今天、明天、后天行程都已经排满了，所以我明天就在他的2个活动之间，看能不能见缝插针的见一面10分钟。带着一丝疲惫，带着一丝劳累。需要签售的同学们，请到我们的右侧排队。他至少要签40分钟。哎呀，慢慢等吧，这个队伍根本排不完的。他们其实好几天没好好睡了，他们好辛苦。赶紧上，赶紧快！没人了哈，没了。签售的最后。阿来老师，哎，那个，您好，哎，您好，老师，来吧，你们前面领一下。对，好的，老师在这边。他老是跑了，是他2个护送老师。是这里吗？对，老师在这边。真的抢到了！哇，好厉害！好的。阿来老师您好，好，我们是那个东方卫视看看新闻的记者，然后也是刚刚看了您那个签售会，我们自己也特别有感触。是这样，就是我上个月看您在重庆山城，然后参加了读者大会，然后当时您有说，就现在大家好像比较依赖于图片、影像去表达，对，但是没有文字真正的思考。然后我们这次做一个直播活动，我们正好就想通过语言、文字和书籍当中的内容，带领大家一起去全民读书。能不能邀请您就作为这个领读人，然后您可以读一段书里的内容？您可以挑选一段，就从头开始读。好，我是一片雪，轻盈地落在了玉龙雪山顶上。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坚硬的冰，和更多冰挤在一起，缓缓向下流动。在许多年的沉睡里，我变成了玉龙雪山冰川的一部分。我望见山下绿色的盆地，我想起来自己的前身，在从高空的雾气化为一片雪，又凝成一粒冰之前，也是一滴水，还是很动人的。前2句一出来，真的。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的实体书店慢慢的都关停了，但是我们这次发现，其实书展还是人声鼎沸，然后人潮拥挤。因为我们纸张跟文字伴随我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当我们说到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它就是一本书。其实它往电子媒体转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之前没有纸啊，我们是把它刻在木头上，刻在竹片上，所以那个时候恐怕也有人不适应，说怎么不是竹简了，对不对？重要是它的，我们在读好的内容。
阿来老师他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我们能采访到他，对于书展直播来讲真的很天才。来，魏魏，准备走。好的，看过了阿来老师的采访，现在呢，我们演播室也请进了一位嘉宾，来自中国当代作家杨红樱老师。杨老师您好，您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和您参加这次的访谈。那想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到上海书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现场的氛围您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次来到上海书展是带来了。《笑猫日记全集》这本书，这一套书，因为之前我也来过上海书展，我觉得人气还是那么旺，我参加过国外的、国内的很多的书展，我觉得上海书展是国民度、参与度很高的一个书展，所以我对这个上海书展呢，每一次只要我有时间有机会，我都会过来。所以这次其实是从咱们全国四面八方各地都来到了您的这个发布的现场。那想问一下，就是其实像您刚刚提到的淘气包马小跳，包括笑猫日记这些系列的书籍，其实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想问一下，您当时创作淘气包马小跳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感？有了这样的一个可爱的人物，马小跳呢，他因为我当过老师嘛，见证了就一个孩子整个的童年，那么见证了一个孩子的成长。那么一个孩子他总是从小的时候淘气啊、不懂事啊，然后慢慢长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或者是最好的自己。马小跳这个人物形象，其实他不太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他有一点调皮，有一点捣蛋，但又很可爱。就想问一下杨老师，当时在构思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因为我当过老师嘛，我就知道，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孩子，一个纯粹的孩子，一个有孩子味的孩子，他肯定不是完美的，因为他必须要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不然就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会写一个，就是说身上有优点有缺点的一个孩子，真正的孩子，我是在写他的成长，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长大。感觉幻听了一样。确实，这个问题好像刚刚真幻听了。这，我这刚第一秒有点恍惚，感觉你往前倒了20秒，按了播放。对，他等于换了一个方式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但是实质其实是一样，就是马小跳的创作背景，其实跟刚才那个。他一开始说是你的灵感怎么来的？对，那其实我发现杨老师您带了另外一本书，叫做《成都往事》。哎，对，这个是我最新的一部作品啊。对，这次也在那个上海书展上也有。这本书其实我也有关注，这本应该是您第一本长篇的去描绘成年人生活的小说。对，从儿童文学转型到咱们的成年人文学，您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的契机或者是想法呢？就是我是从19岁开始为孩子们写作，写了40几年，到我就是快到60岁的时候，刚好，淘气包马小跳系列30本完成了，笑猫日记就是写一套给，中国孩子的一个人格教养的故事读本，笑猫日记30本也完成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为我自己写一本书，献给我生我养我的成都。所以就这本《成都往事》，然后呢，这本书也是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的。就像您说的，这本书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生您养您的故乡。对。那其实今天这个机会也特别的难得，我们特别想邀请杨老师现场，可不可以给我们朗读一段？我用成都话来读一段吧，好的，感受一下，好吧？太期待了。杨老师也是成都人，也是成都的。我也是成都的。成都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我也要开始写作。他们打车来到西域农街的陈麻婆豆腐，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曾画家说，他离开成都这么多年，始终改变不了的是一颗成都心，一个川菜味。陈麻婆豆腐端上来了，厚厚的红油上面点缀着几段鲜活脆糯的蒜苗儿。
曾画家对小美说：“麻婆豆腐是川菜的招牌菜，全世界的中餐馆都有这道菜。”这段蛮好的。拔丝的板。对，一个拔丝的板，这是大家那个，还有拔丝安逸啊。安逸。你的那个成都话其实说的挺标准的，你是不是成都人啊？我不是，我是河南人，但是我有好朋友是成都的。对，现在说成都话好像都是一种。可以噻。对，可以，满分。挺好的。很可爱。这段互动挺有趣的。哎，他们的那个访谈都还行哎。很有个人风格。魏魏2分钟啊，倒计时。就是那个成都的女孩说成都话好听，非常的。不是，阿泰，你不要按那个笔啊，是不是你在按笔？那个声音传出去啊。看这个。紧张，他要打断，因为他有限时。哎，对。还没有。对。那其实杨老师刚刚您跟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段成都往事，因为像您提到了，其实您之前也是做过儿童教育这方面，有很多的家长可能读了您的书也特别喜欢，但他们可能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关于小朋友如何爱上阅读、如何爱上写作这件事儿，您能不能作为一个儿童图书的专家，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呢？那么说到这个，就让孩子要真正的爱上读书哈，实际上就首先要让他们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要让他们读最感兴趣的这个书，让他们先读，因为首先打开就是让他们爱上读书。所以说哈，我就觉得跟家长的建议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就是爱上阅读，一定要首先尊重他们的阅读兴趣。你不要一来就说啊，我觉得这个书很强硬怎么样，你要读。实际上这种叫绑架阅读，实际上起不到就是好的作用。反而是相反的，让孩子对阅读有一种恐惧感，他觉得原来阅读很难。好喜欢说川普。或者原来阅读是一件有压力的事、不快乐的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从小他就会讨厌阅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倒是一个哈，真的是家长们要重视的，就一定要尊重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那现在我也写成人了，那这个对比就出来了，对，是吧？微微接过来之后就可以结束啊。比如说你给儿童的，这个你的用词啊、遣句啊什么，你都要考虑到他是不是能接受。反正你尽量不要造成他们的阅读障碍，就能够给他们的词汇量都在他们的掌握之内的。已经超时了啊！找气口打断结束了啊！这种不好打断哈。最可怕就是这种嘉宾在说，然后你要打断，然后就。他们能够就是读懂，他会阅读上，他会有一种成就感。哎，这本书我读完了，这本书我全部读懂了，我接下来看第2本书。爱上阅读就这样开始的。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那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我觉得其实就是带他看这本《笑猫日记》，气口找得不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笑猫日记》呢，就是说其实哈。Oh no！ 老师找气口找的也不错，找气口又接回去了，又接回去。我直播的时候也特别怕这样的。对，嘉宾有时候，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杨老师讲到兴头上了，就很难收住了。微微抓紧了啊！刚才我朗读天，它是一个慢节奏的读物，孩子们还那么喜欢，所以我就说不要低估我们中国儿童的阅读品味，实际上是很高的。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访谈。那也希望杨老师的新书《成都往事》可以大卖，我们这些小读者也会继续 follow 您的动态。谢谢杨老师，谢谢。好的，太直接了。好，阿泰准备啊！好，1号机。好的，感谢杨红英老师。最近几年，每年的上海书展童书都是重要的内容。今年书展就专门设置了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哇，它越来越好了，一个字都没有嫖呢。汇集了80余家全国各地知名童书出版单位，1万余种中外优质童书，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体验打卡。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网友留言，写下你喜爱的书籍片段，我们也会选取朗读。要会看2号机。
刚刚呢，我们和读者、作者、书展亲历者一道，以书为媒，在上海书展共同进行了一次读书之旅。接下来，我们的第2篇章，我们开启的是读书家之旅。今年的上海书展呢，把读书家做成了一条跨界纵贯线，读书和各类场景叠加起来，创造了很多全新的书展打开方式。那这些场景到底该怎么玩，如何体验呢？我和凌伟之前已经选取了其中部分场景进行了体验。那下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探秘这些上海书展的全新打开方式。来 VCR 准备走。子泰那个嗓子都放松了，所以他声音更沉，越来越沉，很通。对。雨佳该出现了吧？该出现，他是第2。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上海书展，我是阿泰。大家好，我是魏魏。哎，阿泰，你有没有发现这次书展除了有书以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比如说文创。我早就发现了，我刚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好玩的。好，7分半回来啊，是那个阿泰的连线。导播老师嗓子很哑。导播老师最飘了。后面连线的是雨佳了，是吧？对，雨佳要出现了，接棒。对他特别好，费丝了。我跟你一样的，好，费丝了。彼此打气。对好了，我再跟摄像老师再说一下点位吧。好，您是我的摄影师是吗？好的，等一会儿就是我在开场会在大概这个地方开场。对这个地方，然后您从这个方向来拍，然后这个方向来拍，我先会大概介绍一下，我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海制造局，所以得带到这几个字 ，OK。然后说完了之后，我会说，它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旗下的一个，然后您可能得稍微摇上去。然后说完之后，我说，雨佳接下来有3场连线，压力还是蛮大的。2位片子还有1分钟，那回来就是阿泰了啊，别紧张啊。可以的。冲，咖啡你冲不冲？冲，可以的。他们俩太松弛了，属于自己的放松小技巧、小窍门来了。10秒。淘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同时呢，漫步在我们这座美丽的5、4、3、2、1，阿泰。好，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在书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文创产品，已经成为了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2大主会场共设有文创产品展位约120个，推出300余款限定首发单品。那么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本届书展卖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小的帆布袋。那么这个帆布袋呢，它的名字很特殊，叫一个孤独的书包，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七海制造局的联名的文创产品。那么这个展台也是这次书展最火爆的文创展台之一。那么现在我的同事李雨佳就在书展文创展台的现场，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雨佳你好。子泰你好，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此次书展可以说是最火爆的文创展台之一——七海制造局的入口。那它所处于的位置是东馆的2层的中段区域，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那在七海制造局，它其实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旗下的一个文创品牌。那可以镜头摇下来，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这边是一个传统的图书销售板块，而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呢，就紧邻着就是七海制造局的文创板块。那我们镜头拉近，可以看到这边，看它整体的布展和展陈。哦，帮着现场挡个人，真好。而且庞征还在计时，他的手机我看到。对。也非常的特殊，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超市买菜式的菜篮设计？那大家在这里可以随意挑选、随意选购，甚至你还可以非常接地气的买到很艺术性的东西。那所以这一次大家它的整个的布展和展陈也是分模块和分主题进行的。那镜头可以给到这边，可以看到在上面有几个布展的名称啊，镜头可以给到这里，可以看到有永夏花园的主题。走了。那个他们的那个店里。哦，就提前帮他去联系。好，不要急，不要慌，我就在附近，是不是心里一慌？我说人没看到，我就看到你表情，就心里一慌。
那为了不影响正常市民大家的购物啊，所以呢，我呢提前把这些文创每一个都买了1、2样，已经摆在了这里，大家可以过来跟我看一下。在这里我买了各式各样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板块文创，比如像这一件。它就是我们在阅读俱乐部板块向阅悦向书店的一个文创内容。那它呢是一个帆布袋啊，它叫 book bag， 可以看它可以这样直接背上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尚单品。那同时可以看到它的材料也是这种水洗材质的，所以呢无论是怎样去揉搓它，它都不会变形。上面的一些印章也是。还有道具，你看他还负责道具，太厉害了。直接可以上链接了，可以直接放在洗衣机里去进行清洗，它的外形很好看，质量也非常高。上个链接吧。那可以在镜头拉近，我们再看到像这样一个展品。哎，这个展台呢，它是寒鸦咖啡馆的一个文创。那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外书的书皮。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会包书皮儿是为了保护书。那这个书皮可以看到，它制作的非常精美，而且它的厚度也是非常的好的。真是有备而来啊，从大到小。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最后的一个我去买的一个内容啊，它也是我们这一次主题永夏花园啊，也是书展的特别展陈的主题的一个文创。那我可以把它背到身上，它是一个小挂件的形式，然后打开，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莎士比亚14行诗为主题所做的一个卡包。口袋书。那这个里面可以放进很多的，比如你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呀，然后在这里随时背出去，也不会觉得比较普通和尴尬。哎，这好可爱哦！书本的文创周边已经想要了。同时，它也是我们这一次在上海书展的一个特别展陈。那刚刚我逛了一圈出来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文创太多了，我都想买，但是买不完，对吧？那其实大家呢来到文创店来逛文创，可能不仅仅是购买的它的外观、它的质量，同时可能购买的是它背后的文化内核和文化故事。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七海制造局的设计师兼负责人简恒老师来为我们讲一讲他在设计七海制造局的文创的时候有哪些心理感悟和所思所想吧。好自然流畅，好自然，哎，太棒了，太棒了。好，欢迎简恒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呀！我看咱们这里面每天都是爆满，我来了2、3天，只有今天是还能稍微宽松一点的。就是书展大家的热情也还是很大的，那这也给了我们很多鼓励。那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七海的产品。好的，其实我们七海是以作家为出发点的。我们七海有个架空的地方叫做七海，那为什么叫七海呢？因为七海就和我们常说的4分钟后，阿泰先1号机交接一下，然后马上看2号机2位啊。带着地理大发现的这种气质的名字名词做了我们的名字。那么比如说像那边的月校书店，看到他们互相合作、互相兜底，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可以用来插花啊，也是非常好。我觉得逛完这个展区，就是觉得您把艺术和实用性以及书籍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那这个文创店来咱们这个书展已经是第几届了呢？去年是第2届，今年是第3届。去年的展位就到永夏花园这里，今年等于又扩大了1倍。然后每一年大家都很有热情的过来。是，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会把文创放到书展里面来进行一个展陈，然后还会受到这么多读者的欢迎呢？我们七海其实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的产品是一项双开的门。为什么叫双开的门？就我既可以从内容进来，比如说像永夏花园，刚才提到它来源是莎士比亚的14行诗，我可否把你比作一个夏天？我们在书展现场送给大家的限定卡片上也有这样的一句诗歌。那么你可以从喜爱莎士比亚进入我们，还有1、2分钟就回来了啊。所以可能喜欢的可能比较多。好的，好的，谢谢。一个双开的门，打开了不仅是书的世界，也是艺术的世界，同时也是文化和读者的世界。好，谢谢简恒老师，谢谢您。我们看完了礼物，哇！哎呀，没事儿，他送了他一个礼物，没事儿的。我们的限定礼盒谢谢，谢谢书展限定礼盒，我也是拿到手了啊。那其实我手上捧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礼盒，我的心里其实是沉甸甸的，因为我觉得，文创它为什么能在这一次的书展中这么出圈、这么火，甚至已经卷了起来？其实这卷的不仅仅是大家的一个销售，更卷的是这些文创文化进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夏天不妨我们来到上海书展，我们逛一逛、看一看，再买一买，在这个盛夏一起开启你的读书文化
和文创之旅吧。好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内容，姿态。哎呦喂，瑜伽呀！好的，谢谢雨佳，谢谢你再次为我们带来了现场的资讯。哇，太好了，太好了，雨佳。果然这俩人强，哎呦，果然这俩人强，太厉害了。时间卡点大师，9分钟不敢再，刚刚好。而且我觉得他也跟你配合得很好，你们俩很有默契，非常的完美，很完美，很顺利，很顺。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数字那边了。